不用发动车子，在熄火的期间也可以吹冷气，吃饱饭还能来走一走啊呢，真的空间真的是太好了。然后今天我要睡在 FH 车上，你看这一边还是很亮，有没有？过了之后又变全亮。现在路面如果往右斜的话，我们就可以往左调整。高速公路这样开上去，你要遇到的车差不多每一台都。那要跟你讲话就是安尼啊，有没有？好咯，我们现在在中立的太古，检查完了，准备要开回高雄了。然后现在开始下这个龙井坡。它已经放空档了，我们超速设置是10公里，所以它会滑到90，它在90之前它就入档了。好，那我们现在试一下那个下坡的限速系统，这个。下坡限速系统，我们把它设定到95。在这个功能的情况下，它是没有定速的啦。现在有听到那个排气刹车了。它自己在做动。在这个我们的仪表上也有显示出来那个排气刹车的符号。你就可以很轻松的下坡，它会帮你控制在那个时速之内。就维持在它大概都维持在94、95之间这样。我觉得它速度控制的还蛮好的呢。因为以前会觉得，如果像下坡限速系统有的系统它会比较没有那么线性一点，虽然现在是车重不重了，可是它那个减速的感觉还蛮平缓的，的就速些啊，的溜了来。然后我们现在开始回复定速，回到我们的，我刚刚都开差不多88，我们就恢复到88这个速度，就这样。很顺利的就滑下来了，然后减速的过程算蛮平顺的而使用排气刹车，没有用脚刹车，因为我们重量没有很重啦，所以没有测试出来说它如果在很重的状态之下它脚刹车的线性怎么样我们再继续测试。 OK 我们现在在西螺休息吃便当，然后钥匙这边看得到吗？转一格，冷气就有了。就放安尼就好啊。你温度若较低，还是风要较大，会变手动安尼有。不用发动车子，在熄火的期间，也可以吹冷气、速洗架。这个不是那种吹余温的这个是真的有冷气的，直接吃电瓶的电然后供电这样不是那种剩下冷气剩下的余温吹一下2米就无而已啊。这个都会持续会凉的，袂歹，赞。这一颗就是驻车冷气的压缩机它没有吃皮带，所以我们熄火的时候就可以在车上吹冷气啦。A few moments later. 吃饱了，
空间干那好尔，食饭饱，阁会当安尼车来行行的有无？看一下，哦，你看这个空间啊，吃饱饭还能来走一走啊呢，真的空间真的是太好了，有没有？这个空间真的是太棒了。然后置物箱很多啊，很方便。我们现在塞车啦，我用自动跟车，让它自己去展现一下全速域的功能。现在我看一下我的跟车距离是用几格，我用3格啊，因为有点怕的啦。都是让它自己开，对，我脚没有踩油门跟刹车，就让它自己跟着，这样。其实我们跑运输还蛮常，就是遇到这种塞车的状况，有时候甚至塞10几公里、20几公里，就是这样吐了。当然有这个功能的话，会轻松很多啊。但现在呢，10几公里而已，跟得还蛮顺的。觉得它的线性不错，只是现在要变换车道，我一定要踩刹车啦，不然就是没办法，它会一直跟着前面，旁边这边又有两三台车，我就没有办法变换过去这样。然后我变换过来，我再把跟车打开。感谢人家一下。好，我现在把跟车打开，跟上，让它自己开。看它站脸，太舒服了啦！现在你真的很难想象哦，大概10-20年前在开车那个排档，你还要找洞哦，拍手哥还有功夫，现在连踏车都就是靠你的双手，就双手就可以了，其他就让它来控制这样。真的还蛮难想象，科技可以进步到如此。尤其又是大型车，如果说小车，我觉得还好。大型车可以做到全速域跟车，我觉得真的非常棒。现在科技真的是非常的进步，这样就很舒适了。今天如果说塞得更远的话，就更轻松了，塞车到袂伫安尼，踏到足压杂的，哦，开手牌打甲苦拉机身，哦，啊踩油门也是要在那边控制，现在就方向盘握好就好了，非常的不错。好咯，哦，现在大概是半夜的12点40几分了。我们明天早上要在台东这一段拍摄试驾的影片。然后今天我要睡在 FH 车上，在这里算是要去台九线之前的路边啦，红杠街啦。然后这台有驻车冷气，我现在这样有没有？就有冷气了。然后呢，后床这边虽然看起来只有2个开关哦，但是它还有一些功能呢。我们看一下。现在给它设定闹钟，这里我刚刚是设定3点，然后开启，3点在3点会叫这样那之后呢，我们要就寝那有来点调的按住，
啊。OK， 晚安啦。你看，可以直接到可以直接到床后面这样切换，蛮方便的，不用爬到前面再去关灯。这个开关按一下就可以关闭灯光啦。晚安。这次的 Volvo FH6期搭配了自适应的头灯像讲咱若伫个足暗的山路顶面开黄灯咧驶，对向有来车的时候，它会自动侦测，会去遮蔽对向的来车。你的黄灯没敢擦掉，所以你在山路上，你的视线会非常的清楚，而且也不会去照到对向的车子。我们现在试一下它的智慧型远光灯，我们在暗的地方，它整个远光灯会自动开启。然后如果对向有车来，像现在对向有车来，它开始会遮蔽对向的灯光。你看这一边还是很亮，有没有？过了之后又变全亮。我们在亮的地方，它远光灯会自动遮蔽，或者是对向有车来，像现在对向有车了，然后就遮蔽起来。然后这个方向一样很亮，右边一样很亮。你可以看到刚刚它那个灯光的变化。现在一样非常亮，现在是全亮的状况。我们可以注意所有的反光标志，等到有车来的时候，你看那个反光标志一样会很亮，但是你看对向的车就变暗。对向车来了，你看它这一半边就不见了。过去又亮起来。然后我们等一下，你看到那个有亮光的地方，它会自动关起来。FH 不一样的地方它耳颈的地方也可以调整这个是跟 FM 不一样的地方。FH 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岛这个部分全部都是平的，这边也多了一个杯架，然后有很多的置物空间，尤其这里啊非常的深这边也有置物空间，这边也有杯架3个。里面一样有这种塑胶的那个垫片的东西，它可以帮你把饮料夹好，不会乱晃。USB 驾驶座这边也有2个插孔，置物盒旁边也有一个 USB 插孔。然后冷气出风口的部分有4种模式，有扩散扩散与集中混合模式啦。最后一个就是集中。Volvo FH 副驾驶座也很贴心，给你气垫椅。床铺下的空间非常的大，两边都有。这个你也可以选配冰箱。再来呢，上半部的部分唯一的不同，它有电动的天窗是可以开启的，然后还有防虫网跟遮阳帘，这样。因为 FH 它是气垫车所以它就有载重指示。操作一样，在这个方向键上面操作。我们来看一下仪表，然后我们往下按，还有3种模式。这个是导航，因为它导航没有台湾的图资，所以目前没有显示的项目。然后这个就是载重指示啦。我们现在后轴是吊起来，我们放下来可以看一下。有没有？你如果今天是搭配 EBS 的尾车你就可以看到车头车尾的重量了，而且它
更好的方面是，它在行驶中你也可以看到各轮轴的负荷，而且它这一代你看它的举后轴，它的后轴是比较轻的哦，所以变成你在转弯的时候，哦前后的配重会更佳，它被两个轮那小节了哦，扭转了。你看前面是4.5，后面2.2，这样它的配重算是非常的不错。那当然我们 FM 因为是钢板，所以它就没有这个载重指示。再来床铺的部分，哦，掀起来。你如果在外面放东西的话，哦，从外面的工具箱放东西的话，从里面也可以拿，哦，置物空间更多。放下来，这边有闹钟，还有灯光的功能，它也有收音机的功能。哦，我们这边可以调整音量。然后这边有一点小小的置物空间。再来就是第2张床啦。这个床其实很少会到上面睡，因为车厢的最上面哦越会摇晃。因为我以前也有睡过第2层，哦比较容易摇晃，所以这个基本上都是停下来才会在上面睡。然后这一只就是要上去的楼梯，哦。这个可以放下来，收回去。OK， 基本上 FH 的内装跟 FM 就差在中间比较低，然后双人床，哦，还有一些比较贴心的功能。这样，我们现在在这个市区的平面道路，哦，我们用节能模式行驶。iShift 这颗变速箱啊。就目前我开到的大车来说，我觉得它是最平顺的，它换挡很快，然后排气刹车还有退档，有一些变速箱你像现在这样要停下来了，它还会入2档或入3档，然后你车子会咣一下，就像那个我们手排车要停红绿灯的时候，你又给它入1档。那个车子有时候都会唰一下，因为那个现在都有那种副轴减速嘛。Volvo 它就是把那个副轴减速的部分，还有跟电脑的搭配算得很好，所以基本上你停下来不会有那一种突入2档、入3档突那种感觉。它的副轴减速跟电脑的逻辑运算得很好。像现在这样紧急刹车，退档，你踩的时候它不会退档，跳空档，快要停下来了，它才入3档，然后它刚刚入3档，你就没有那种哐的感觉，因为现在它那个同步齿轮好像没有那个减速环了，所以入档的过程中，你如果没有确实减速，或者是电脑没有算准，就是会哐一下。踩重一点。它几乎都会有一个排气刹车，把那个转速赶快拉下来。所以你看它，我们转速表跑到15，要回来的时候很快，尤其是起步那几档。它都就那个排气刹车把它转速赶快拉下来，然后副轴减速跟电脑完全算准了再入档。iShift 这颗变速箱从4期、5期我都有开过，我就觉得真的是，人家跟我说另外一个牌子开了，我们不说哪个厂牌啦，就是开了回不去。我真的到现在，甚至身边的朋友我都有问过，他们认为开过 Volvo iShift 的变速箱才是真的会回不去。不管是它的逻辑性、顺畅性、换挡的速度，我觉得都做得非常的精准。你现在开 Volvo 的车，你几乎
不会去想要搬那个换挡，你知道吗？就是觉得该入档了，或者是觉得该退档了哦，它都做得很好。然后像排气刹车，它的反应也非常快，你只要掉了哦，它就随出来啊。例如像这样，我们稍微退一下哦，退到2哦，排气2段的话，有些它还会就是现在要不要再换挡一下？又重运算一次，你知道吗？它是 Volvo， 它是一直运算着在排气刹车这个部分介入的速度很快，然后从3跳2，2跳1这个过程哦，它比较不会在那边乱选档。例如说第3档搬下去，它拉到1700转，然后你突然又给它回2档，它又想着我退档一下好了。Volvo 比较不会有这种情况哦，例如你拉到1700转的时候，你退2哦，它还是一样维持在那个档位。这样有什么差别？因为你如果又换挡的话，你会觉得我得被杠手啊，反正那种你就会觉得那种线性很不好，就对了啦。就已经要减速了，你又突然滑行一下，然后又算一个档位哦，你反正你就觉得那个变速箱在那边跳上跳下。哦，我们现在要来测试 Volvo 独家的功能哦 ，VDS， 它现在又多了4种功能，然后这一次的操作都在方向盘上哦，你也可以从9寸萤幕上面操作触控的。这4种功能有什么差别？哦，像讲也当调较重诶，哦调较轻诶，阻尼较重诶，还有自定义的模式，你就可以自己调。然后我们现在进去看一下哦，从方向盘里面这边就可以调整了。哦，我们按左右键，哦 ，Volvo Dynamic Steering， 哦，进去，还有稳定、响应，还有自定义啊，最上面还有默认啊跟轻啊，好几种啊。哦，应该说总共有5种功能啊。我们先看自定义的编辑里面哦，它有正前方跟转向、回正哦、阻尼等等哦，这几种功能你都可以自己去试试看，都有差。尤其我们手如果像讲手酸啊吼，咱拄仔咧做工做摊货啦、贴货啦，哦白莲啊搞啦，啊是昨仔走去讲拳击有啊，手酸有无？哦，你的handle路会当调较软的啊，阻尼你就可以用到最轻哦，这样你转向的时候方向盘变得很轻哦，足轻的哦。不过你也感觉安尼可能比较不稳定，所以你可以自己调整哦，回正让它重一点哦，这样就不会那么轻哦。还有一个稳定性，这样变成你手酸的时阵，你就可以很轻松的开哦。还有另外一种角度偏移设置啦，哦，这个功能就是说，你如果路面无正啦，哦，还是咱会贴高边哦，侧风。在这几种情况之下，哦，你的车若偏路面崎岖，哦，咱就会当小可甲调整。像讲现在路面如果往右斜的话，哦，我们就可以往左调整，然后你的车子就不会一直往右偏，你的手就唔免安尼吐的，很多路吐规抓无。像我那个野斗仔车呢，下高边规抓路吐去你甲台中有无？手真正足酸。我相信。如果你装货会遇到这种情况的朋友，你一定会遇到手刚好哦，这样开上去整个手很酸了。OK， 哦，这个就是 VDS 这次的几种功能，这样。哦，我们现在要来感受一下它的舒适度。哦，它的车厢是4支弹簧悬吊。哦，可是 FH 它的车厢比较重，加上有头等舱，所以坐起来还蛮稳的啦。哦，整个路感的感觉都觉得还不错。但是你如果就是对于舒适性哦，看鸟么哦，对舒适性做要求的啦，我也会建议你就直接选 Air 包。但是 Air 包呢，就是寿命可能会比较短，因为它那个外皮嘛是塑胶的
哦，一定的年限啦，可能4年5年哦，可能就会漏气，你就要换那个 Air 包。然后弹簧的部分，它的消磨就会比较省一点。可是你换 Air 包的情况下，你如果经常跑那种路况不好的啊，像讲沙石啊、地有无，你的车厢会比较容易左右摇摆。哦，像讲那伫溪床啊、工地作接走这种所在，还必须要开很远哦，你在车内可能都很容易这样。所以现在4支弹簧悬吊。哦，就是变得比较中性啦，比较符合大家在台湾的各种路况的应用啊。你如果都是跑物流，哦，对舒适性又讲究的话，我就会建议你选择 Air 包。然后椅子的发泡设定哦偏软，我那一天从中立开下来，它的偏软不是很软啦，哦，就是比较，我觉得比较舒服啦。哦，也蛮符合人体工学的。然后两边的夹翼，哦，你如果不要像我那么瘦，再胖一点点哦，你刚好会陷在椅子里面。我从中立开下来，整路真的也不会觉得哪边会酸或者是不舒服，因为我开车常常就是开一个要换这个主势，一个要换这个主势，哦，一个要卡翘起来，那个就是椅子不舒服的情况下，你才会一直在那边调整你的坐姿啦。我那天开下来几乎都是这样坐着，哦，非常的舒服，加上它方向盘 FH 它调整的角度，甚至连耳颈都可以调整，哦，所以坐起来整个驾驶乘坐的品质，哦，就非常的好，哦，完全都不会觉得忝啊，还是嘿啊，哦，啊，像中立开下来的时候，坐在这种高头的驾驶舱啊，刚开始遇到桥墩会怕，你感觉离迄种桥墩足低啊，坐伫2楼咧开车，哦，这架车3楼啦，啊，坐伫2楼咧开车，哦，整个很赞，而且有一个很棒的优越感。你从就是高速公路这样开上去，只要遇到的车，差不多每一台都。那要跟你讲话就是爱安尼啊，有没有？哦，我觉得非常的不错。OK， 哦，但是这个 FH 的车子真的还是比较适合，就是长途运输载的比较重，哦，或者是你的 COCO 有够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可以买回来享受一下。OK。FH 的试驾就到这边，拜拜。